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因为肖战很多粉丝都不懂什么是路人，所以就得罪了很多路人。在当下的这个网络时代，偶像是层出不穷的，但是不管谁有多优秀，都不会被所有人喜欢。而人人都有发表自身看法的权利，对于一位偶像，他的好或者不好，别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看法。只要是中肯的，就是良性的，而路人通常都是那些站在自身观感的基础之上来发表评价的人。肖战的部分粉丝真的不懂什么是路人，可是哪怕是经过了227事件之后，肖战的部分粉丝好像依旧不明白这个道理。他们依旧粗浅地把网友们分成两种，喜欢肖战的就是粉丝，不喜欢的就是黑子。就算有人认同路人的存在，也会把路人的评价内同归类划分。可能在他们的心里，路人就是不混饭圈的，不会喜欢任何人的人。如果按照这种标准来说的话，大概只有不上网的人才是路人吧。批评声不自由，赞美就毫无意义。从肖战爆发227事件以来，我个人就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。虽然人微言轻，但是总归对看到的东西还是有表达自身的权利。之所以那件事情会发展到那种程度，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粉丝们无法接受路人的评判，路人们个人的看法被屏蔽、被炸掉、被群起而攻之，而媒体们的声音根本就不被正视。哪怕是权威媒体的声音，也会被认为是刻意针对。那些私人性质的自媒体或者微博大 V 就被定义成营销号。可是肖战的粉丝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批评的声音不自由了，那些赞美又能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批评的声音，其实很可怕。就拿这一次肖战发新歌来举例，我们从各种渠道的评论区里都可以看到清一色的褒奖和赞扬。粉丝们大多都疯狂地崇拜着再出发的肖战，可是这时候的评论区里，如果出现一句这首歌也并不好听的评论，想必大多数的回复都会是“你喜不喜欢重要吗”之类的。确实，有这么庞大的粉丝群体的支撑，路人的看法真的不太重要，因为对这首单曲最终的销量和销售额不会起到任何决定性作用。所以该创造的历史依旧会诞生。但是我们细细品味，不让批评的声音出现，短时间之内的岁月静好确实存在，可是长期的积怨必定会在未来爆发。当立场分明的人不被尊重，那就不要怪别人转移立场。整个227事件里，关于肖战败坏路人缘的帖子不知凡几，但是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里，始终可以看到我就是路人转粉丝的情况出现。而且这样的帖子多数都被举报过，或者是被大量不好的评论洗礼过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这其中绝对存在一波真正的黑粉带的节奏。但是那些声音给创作这些帖子的作者来说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。这些作者们身为局中人，多数时候是不带立场的，可是整个227事件中，也深刻体会过各种辱骂和问候。如果我是一个脾气极为暴躁的人，要想带点节奏其实也很容易。抛开这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不说，官方媒体也不会跟粉丝一样，无时无刻替一个偶像去做那些非本位的宣传。媒体的声音都是根据当下的事实出发的，好坏公道，只不过是留给看官们去说而已。当这样的情况都不能接受时，粉丝们表现出来的暴躁着实容易让人反感。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没有任何对错立场的路人。我们再把话题拉回到路人的角度上来，真正的路人绝对不是那些不会上网的人，他们之中可能多数时候都是关注这个圈子的。对所有的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都很了解，只是多数时候他们都不说话。他们也可能有自己喜欢的明星，
在自己的偶像的话题上也会是一个狂热的粉丝，只是别家的事自己根本没兴趣而已。这一群人都有自己明确的喜好和厌恶，对于肖战，可能他们并没有太多感觉，只是偶尔发出的一些中肯的评价被肖战的粉丝干扰到的时候，他们也就从无感变成厌恶了。路人不一定是朋友，但绝对不是敌人。所以肖战的粉丝们一定要明白的道理是，路人不是朋友，但也绝对不是敌人。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本身的好坏就是自在人心的，当得起赞誉就该受得起点评。如果粉丝只会一味地把路人的无感当成是敌人，那么最终的结果肯定也只会是收获更多的敌人。所以请允许那些否定的声音存在吧，因为肖战不是人民币，他做不到让所有人都喜欢，所以根本不必要强行去堵悠悠众口，因为疏远比堵来的痛快，你觉得呢？